我自己个人主观，我是不推埋线或者是玻尿酸鼻子。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你的皮肤也会跟着松弛，已经刮除不到的话，医生这边就让它放在那边，就没有办法去刮除了。因为你真的越刮除的话，你的皮肤的软组织就会越来越薄。取埋线的线材的时候，其实是会跟着你的肉一起取下来。很多人以为我是风霜皮，其实我是割的。你们看。你知道吗？莎莎为了让你们无脑来韩国做医美，正式搬来韩国啦！提供医疗观光一条龙的服务，我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好看。如果有任何医美问题，欢迎私讯我们哟。然后一体肋骨它的钙化程度呢会不会很明显？会是50-60岁的人捐赠的，是没有办法得知捐赠者的年龄、身份，甚至是他当时的状况，还有就是他的骨骼状况。但如果说你今天是第一次做隆鼻手术的话，那是没有关系的。那如果说是像重修很多次，或者是手术被评估说困难度比较高的情况下，你需要去做到自体肋骨，就是比较这种坚硬的材质，那你有可能就会取自自己的自体肋软骨。也有人说，那我可以不要使用到耳软骨吗？这个就是还是要看你的个人的情况。假设你是想要那种比较精致的鼻型，可能想要有一点就是直鼻微翘啊，或者是说比较精致一点，那你肯定还是要去使用耳软骨的。因为像是如果说你的鼻头是那种比较有肉的情况下，或者是真的是蒜头鼻，是有可能会需要就是取自你的耳软骨，然后放在一体肋骨跟你的耳软骨这样子绑在一起，才会看起来就是会比较细致。我前面有说耳软骨在韩国是用来调节鼻尖的形状，只有10%的人会用到，90%的人是不会用到的。那如果说有鼻中隔弯曲的话，是否可以申请就是台湾的保险？可以的，可以申请保险。那就是要看你的保险可以申请到多少。我们都是可以去开一个就是你有做鼻中隔弯曲的手术证明书，然后你可以回去申请保险这样，然后也是可以全英文的。但是我们建议在做之前先问一下你的保险公司，它可以理赔到多少，这样子你才会就是在就是价钱上都会有一些预算。然后呢，我要选择鼻雕、埋线鼻子，还是要选择隆鼻呢？这就是要看你的个人规划了。那呢，我自己个人主观，我是不推埋线或者是玻尿酸鼻子，这是我个人的主观。因为我们很多客人呢，他可能就是在这边打玻尿酸，然后这边的再就是5年、10年后啊变宽了。那变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？就是你的皮肤也会跟着松弛，很像气球一样。你气球就是在还没有完全充气的时候，密度是非常的紧实，但是你一旦就是把它撑开了之后，这样过了10年，绝对是没有办法像原本一样就是这么的有弹性。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他是恢复力可能比较好，他还是可以随着时间慢慢恢复的，所以他的状况可能就是他鼻子变宽了，然后来找我们去做隆鼻，还要就是把玻尿酸取出，还不见得可以取出，因为那时候就是10年前，还有就是微晶瓷嘛，微晶瓷又是不可溶的材质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降解，我们必须要就是把它这边开刀，然后把你山根上的那些微晶瓷啊，把它都刮除，而且还不见得可以刮除完。然后如果说太深层的微晶瓷在这么底下已经刮除不到的话，医生这边就让它放在那边，就没有办法去刮除了。因为你真的越刮除的话，你的皮肤的软组织就会越来越薄。因为毕竟我22岁我就在医美诊所工作了嘛，所以你就会知道说就是有一些副作用，会有一些问题产生，那我就会觉得宁可不碰就不碰。还有就是我们在取埋线的线材的时候，其实是会跟着你的肉一起取下来，取下来的时候，那你皮肤的里面的软组织不是变少了吗？那你如果你再去放假体的话，会很有假体的感觉，那就看你想要很自然的鼻子，还是你想要就是假的感觉。所以我才会不是很推荐如果你本身是有做隆鼻的计划的话，然后还去做这些微整。那如果说你未来没有要做隆鼻，那就真的就没有差。觉得我的眼睛做的值得吗？我自己觉得是蛮值得，就是至少我没有经历可能觉得眼睛它真的很假，或者是说因为它可能不对称啊，所以会调整。当然有时候手术你也没办法是100%就是完全保证一定会成功，但是你还是要去选择一个就是真的很愿意为你负责任的医院，这很重要。然后呢，我要说很多人以为我是风霜皮，其实我是割的。你们看，我觉得手术痕迹真的是完全看不到，就是每个人看到我的眼睛都很惊艳，就看不出来说天哪，你是割双眼皮的，真的是看不出来。你眼头也是割的，对，
我真的是自己也觉得我的眼光真的很好，就是我选在韩国的医院，然后给就这么厉害的院长做，然后我也介绍了很多客人呢，就是来这边做，他们都获得很好的改善，帮助他们变漂亮，我是真的很开心。然后韩国呢，开眼头的方式呢，它是做这种斜上方打开的方式，但是台湾呢，它可能就是很多就是往内开的，但是韩国是斜上方的，就会比较自然，让你的眼睛会看起来就是更加有神。比如说你有蒙古褶啊这些问题，就是帮你打开，是自然的打开的方式。那他们的那种眼尾下至也不是那种就是很夸张的眼尾下至，看起来还是要很自然，然后也不希望就是让你就是闭眼不全或者是眼球外露等等的风险。眼尾下至呢会不会回缩？30%的人会回缩，这是正常的现象，就是为了要保持就是你后面还是可以持续的调整，所以一开始呢不会下拉太多，也是避免说你可能会产生结膜炎啊或者是发炎的情况，眼球外露的风险。如果未来就是调了不满意，医院这边都还是会再让你回来处理的。然后呢，有些人会问说，那我可以只动一只眼睛吗？不行的，因为眼睛是2个，它一定要做到对称，你有可能做了一个，另外一边不对称怎么办？所以2个是要一起做的，但还是要看就是院长的判断啦。如果院长说 OK， 那也是 OK 的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或者是私讯我们 Lisa VIP 的官方账号。最终的方案都还是要现场评估为主，我们绝对不会去做你现场来，然后你来之后我们给你报多，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，因为毕竟我们做的很大，只要就是有欺骗顾客的行为都是会传开的。我们判断说你不需要做那么多项目，我们也是会帮你删减，那也是会去删减这个金额。好，那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哦，拜拜。